欢迎大家好，今天呢，我又来到了这个洞东人家小猪这里啊。他们是90后夫妻呢，在这个地方隐居在山洞中，在这里面呢酿酒。但我来这里呢，可能已经有了，之前来这里呢，已经到现在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今天又路过这里呢，进去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现在整个房子的外观都已经改过了，跟以前是不一样的。然后翻新过了吧，好像。整个这个院坝呢也变大了一点。你干嘛呢？嗯？走，走。你这里在搞啷个了？这在高中做卖的。哦。在这播了？在这播的。直播了好久了？直播了1个多月了。耶，之前都搞了那么多哈。啊。你这个房子都是整过的是吧？整了很多，整房子没得装了。哦，那我整的还。香港房子比以前多了。香港也不得。之前成立过来就变的。是啊，你这个都是不得整的哦。不得整的，简单的是还没有整好。老谢在这直播嘛？你们在。哦。现在在直播啊？你们那有整过没得嘛？你们上次看的在整哪儿？登记好了，你们那里清水鱼。都业余了。业余了。登录是你的啊？我的。给我上来看看。现在来的人多不？比往日的多的。对，这个安全是要考虑到位啊。那是现在有电动的了，往好的，现在整过的嘛。啊。这看着就多的脚，根本就在。哦，上回来的时候是那个机器的啊。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栏杆的，过去是非常难过去的，但是现在它这里已经弄好了。哦，你把要这个在底下去的啊，这个是这样的说，之前没有视频在这吗？我知不道啊。你过去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洞里面的水，你不要把瓶子已经变成水了，看见了？啊，看到了，在哪里？走。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它这里这个水，我脚下是你的水流过去的，然后我们没有到这里，只到了那个可能那个位置了。你现在是有东西了，这个方法现在有大概7毛左右吧，我买的10万的，所以比去年好很多啊，好多的，这个是大概卖了销售了好多，毛的就是这个，一般这个比去年是翻了好几倍，稍微好点还是可以的啊。你这个呢也是我也是好的，就是这个现在一个
比1年之前还能好很多了。现在应该不缺资金了的。资金永远都缺，因为在这个选投资的东西永远都缺。早点出来就是中间修高的钱不缺，但是赚点钱又出来手上了，就出来手上了。今年最主要这个修赚的钱比较多。有什么不像去年之前了吗？要稍微好点，稍微好点。经这里不行，它产业没人投资。今年这里面又花了好多钱。今年子应该投进来60多万吧，现在今年都投20多万，现在投60多万。但是真的是比以前好的有点儿的。稍微好点。今年都看不到。里面走在那个清水鱼还要准备，还要整几个他们把那个动物清水包。洞里面养是吧？里面还有几个。里面还有大的房呢？有，铺了很里面。也这个大，可以。现在它这个洞里边呢，全部都有这个彩灯拉进去。之前我们去走非常险峻的那个沟呢，它已经把它盖起来，上面做了水泥，所以现在进去就非常方便。整个里面的有一个塘，已经把那个水拦在里面，开始养了很多鱼，所以它这里呢，整个现在是情况是越来越好啊，越做越好。这个房子呢也稍微翻了一下，这个小猪是挺不错的。这个整个产业是现在是越做越好，越做越顺，越做越大啊。在这片山水相连、绿意盎然的区域，一条建在崖壁上的挂壁公路格外耀眼，美不胜收。这里是贵州省毕节市鹤章县的石板河村。在2016年前，全村519户村民中有近一半都是贫困户。曾经这里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过去由于被大山阻隔，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几乎与世隔绝。2000年，石板河村人开始从村旁的崖壁上开凿通向山外的道路。全村人经过3年多的不懈努力，在崖壁上凿出了一条470多米长的人行便道，从之前步行到集镇需要4-5个小时，缩短到仅需2小时，大大的缩短了折返的时间。时间来到2008年，石板河村这条崖壁上的人行便道被列入了通村公路建设计划中。2016年，一条崖壁小道在村村通工程中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挂壁公路。通车以后，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参观挂壁公路奇观。交通条件的改善加上脱贫攻坚的扶持，村民们也开启了农家乐、便利店、餐饮、住宿等。在全村人积极乐观、共同努力奋斗下，如今的石板河村早已褪去了贫困的帽子，家家建起了新房子，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生活的蜕变。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贵州的大山里哈，这个悬崖下面呢有一个土匪洞，我们上去寻一寻有没有宝藏哈。还有多久才到山洞啊？这天哪，为了到山洞里面去寻宝藏，这也够拼的。看一下这里的大竹笋，太多了这个。
大家看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悬崖的这个脚下，还没有到洞口。那么这个洞口的外边呢，这里看到，很古老的一面墙，啊，全是这种非常大的这种青石来修建而成。这个土匪洞口这个外墙的高度呢，应该差不多有10米左右。然后尤其这里这一墩大青石，我天，非常大，2米多长的一吨大青石，这个石头估计就有1吨重，所以以前的人这个力气还是挺大的啊。哇，这个有。哎，阿泰，哎，我们走了1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这个洞口了。你感觉这个洞口怎么样？这个洞口看起来还是比较奇特的，它上面是凸出来的，这里是一个内凹的一个形状，对，所以它就是那种易守难攻的一个格局。对，然后门口呢又有一面的这个石墙，所以它这个地方防护非常好，怪不得有那么多的土匪啊，愿意在这里待着。走，走，我们进去看一下。好，对，我们带了手电筒跟灯光，是吧？小声点了。慢点，这个全部是碎石。哇，这个洞口你感觉到没有？风特别的大，所以它是相通的，它肯定跟别的地方能够通，要不通的洞的话，它就没有风。阴森森的，真的这个风。哎，你看一下，这里这个洞口，你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石头呢？你看，它这个，我感觉它是不是以前这个地方是筑的一道石门是吧？石墙，对，挡住。你看它这个厚度也很厚的石墙。嗯。对，这个可能就是当这个土用来，就是对防御的。你看几面嘛，这些碎石应该都是之前这个地方垮下来的。对。太险峻了，这个路，慢点。你们在这里干嘛的？你们是干嘛的？告诉我。我是来寻宝的。听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宝，你们干嘛的？寻到了没有？我们也是来寻宝啊。那我们没有寻到。哇，这里漂亮哦，这个石头。这里好漂亮的，赶紧看一下嘛。哇，真的。茶心古老水，可以喝一口吗？喝一口就能茶心古老。里面是有暗河吗？你呢？一定要注意哈，那你。里面是有暗河吗？一定要注意哈。我天，这里还有个虫洞，这里是个虫洞吗？会不会穿越呀？可以。可以动着它掉下去就到了上个世纪了。我感觉这个真的是一个可以穿越的。我天，这一群寻宝的人，你看，哇，这个上面是真的漂亮啊！这个上面呢，太美了，这个上面。像这种的话，应该要经过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才能形成。最少5亿年。快看，这里有这个宝藏的就来，你不吹吗？对呀，真的有啊。这有古文吗？看一下。你看这个字有没有像仵作的仵？真的嘞，这个字啊，这个是不是仵作的仵嘛？就是以前那种验尸官，明朝的时候那种。哦。我们听到下面这个流水哗啦啦的声音，这个地方感觉像一个虫洞哈，下去看一看。我的天哪，这里是深不见底的呀，朋友们，太恐怖了吧！我还以为这里是有一条路可以过去的，搞了半天这里是深不见底的。这个地方真的挺恐怖的哈。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然后这一块巨石呢，实际上它是两边靠在这个崖边的。这里有2根水管延伸过去，这个应该是他们村里面从这里面的引水过去用的，特别恐怖啊！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要从这里跨过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石头是大青石，它这个
边上呢钙化了，所以它整个周围呢就形成了一层白白的这个水晶颜色的这种感觉啊。我天哪！我要钻进这个虫洞穿越一下。对，它可能会穿越到另外一个资源去吧。哎呦，小心点，不要被卡住了。哇，真的是虫洞啊！对，这要爬着才能过去的。对，以前不知道是啥东西来住到这个地方的，哎，感觉是蛇吗？很粗的。不知道，应该是龙吧？龙很远的，这进去很远。是不是？但是我爬不进去了。那就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安全第一。进去，这样蹲着都进不出来，要趴着。哦，那赶紧出来吧，安全第一。小声点哦。啊。这个地上这些像不像脚印？大家看像不像脚印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的脚印。这里面比较险峻啊，你们看看这里有一个孔洞，这个孔洞它又是深不见底的。明明看到这个整个上面它是平平的一片，对吧？这里呢有一个孔洞，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峡谷哈。这个真的是要特别小心，这个峡谷就是深不见底，然后下面是有暗河，很深，这个下去最少有个100多米的一个狭长的一个通道，下面是暗河，所以在这个洞里面，说实话你要很小心，真的很小心。哇，我天！又来到这个狭窄的通道。他们不进来了，对不对？不要迷路哦！我的天，这里就像龙宫一样的，这会儿。哇天，我们来到这里，这里面真的是超级的漂亮，看一下，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独木桥，主要是这一片的这个石头特别的好看。我低一点角度大家看一下，特别好看，有没有？一排过去，那么大家很好奇这个东西是如何形成的哈？如何形成的？那么实际上是上亿年前这些地方呢都是河流，对吧？那么这个石头下面呢都是沙子，那么通过上亿年的这个河水的冲刷呢，就把这个下面给冲空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世纪的奇观啊，特别美啊！我的天呐，这一片真的特别漂亮。哇，这个真的是太美了！这个地方有一个独木桥，你看这里形成了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下面深不见底。到这个地方就过不去了。现在呢，我们已经从洞里面走出来了。我们刚刚走进去，大概走了半个小时的一个路程，然后到了一个有独木桥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圆弧状。那我们呢是有点担心这个危险问题，因为地面都是很深的这个峡谷哈，所以大家呢就一致认为又往外来了。大家看这个洞口这里这面墙啊，中间还有一个孔洞。这个呢称为哨孔，也称为这个射击孔，对吧？因为有外面的人进攻的话，他们这个地方的话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那么整个崖壁大家可以看到，上沿是往外面突出非常多。那么这个洞口呢是内凹的啊，从这个位置进去，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整个地形是易守难攻的一个状态。曾经在这里面做了有100多的这个土匪啊，后来剿匪呢就全部把这些土匪呢撵到外面去了啊，到另外一个村镇上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说实话，以前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些惨案。大家知道土匪盛行的年代的话，这个草菅人命的话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哈。那么当时据当地的村民说，这个地方其实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惨案哈，像上面那个穿洞哈。可能这个人的话都直接从上面给你丢下来啊，像这里你看有差不多70、80米高的这么一个距离，你人从上面丢下来，这个基本上是不能存活的，知道吧？
而且呢，就是当地的人有讲，就是他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上来在这个地方放牛等等，对吧？都会在这个外面这一个坝区这里啊，这外面这个坝区比较大，这些能够找到一些这个类似于骨头的东西啊，找到非常多。所以呢，这种土匪洞，说实话，里面确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啊。如果说单个独个人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随便的来这种洞里面，玩耍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毕节大方县游沙河景区的崔叔坝国际露营基地。昨天晚上呢，就居住在这里。我现在呢，就要赶往毕节纳雍县的一个山洞篮球场去打篮球。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篮球。从这里去篮球场有160公里哈，慢慢的走吧。朋友们，我们经过了160多公里的长途奔袭啊，终于来到了山洞篮球场。然后途中呢，我们经历了暴雨，经过了这个森林，然后经过了这个峡谷，还有这个崖壁公路才来到这里啊，不容易。走，我们进去看一下，下面有一些小朋友在下面打球，我们赶紧去打一下吧。来的目的就是去打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山洞，整个洞穴是非常非常高的，目测应该有超过50-60米啊，然后这里面呢就正好是建了一个篮球场。我弹一股，对吧？可以，放进去，啊？你休息还是吧？回来呀！行。这个篮球打得爽，爽不爽？爽。
我给你们打牌了啊，我走了啊，好，过完内，拜拜。驱车160多公里，到山洞里面来打一场篮球，这个愿望实现了。来呢就遇到这一帮小兄弟，然后跟他们打了一会儿，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生嘛，所以呢，只能就是玩一下了，根本就不敢打。我这个身体这么壮是吧？他们又小只，也怕撞到人。打了一会儿呢，这个汗也出了这么多，特别爽哈。然后这个篮球场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篮球场是2016年。然后开始修建，然后2018年呢完工。那么，因为他们整个村子里的老老少少、祖祖辈辈呢都爱打篮球，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整个村里面非常多的人集资，总共集资了23万多，然后就修建了这个篮球场。那么篮球场修建好之后呢，就一直比较火爆哈，大家村里面的一些小孩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会到这里来打篮球。基本上每天这里都有人打篮球啊。如果说有时候搞什么活动的时候呢，这里人就非常的多。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偏远村庄的孩子都是特别喜欢打篮球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体育局啊，还是要更加的重视乡村体育的发展，因为在我们一些乡村的这个体育发展的话，现在是不好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应该更多的去重视一下。没准哪一个小村庄就有一些好的苗子，对吧？有可能以后有机会进入国家队了，对不对？好了，今天驱车160多公里打篮球呢，我的愿望也实现了，也让大家看到了第一个山洞篮球场。确实里面打篮球非常的凉快啊，一点都不热。虽然我出这么多汗，但是我一坐在边上的话就不热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里来的话，你们可以过来这边体验一下山洞中打篮球，感觉始终是不一样的啊。好，今天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依然在我们松林镇的新庄村，在这个大山上面呢，发现这里有一独户木房子。现在呢，公路已经硬化到家门口了，交通是非常便利的，但是呢，没有人居住啊。其实放在这里还蛮可惜的。我给大家看一看吧，大家看一看啊，我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村里面吧。我们村部在这个山头这个位置啊，从这里弯来弯去的这些小路，上山下山的过来，从这里上来的哈。然后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河坝组这边哈，在我们村的河坝组这边。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条公路弯上来呢，正好这个边上呢就是这一户人家。那我们先来看看它这个，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位置呢是厕所啊，大家洗澡啊干嘛的也可以就在这个位置来，洗澡。那么，如果说是要养一个猪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啊。它这个房子呢就可以来进行养猪了，养个几只羊也可以，是不是？然后。它这个房子的话，整个房子看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舒服，也是很向阳的啊。那么，整个房子的进深也比较大。它这个是几住的房子？我看看，它这个是7住的房子啊。那我们这边的木房子呢，一般来说都是5住的。这个里边呢，它这个里边还不错，它其实还蛮好清理的。就把那些东西清理出来，然后这个贴纸贴一下就可以啊。没人住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这边这里也还有一个厕所哈，这里还有一个厕所。你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像这些现在你看着感觉是杂草丛生啊，比较乱的，实际上你稍微一整理出来就是焕然一新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房子的采光是非常好，太阳从那边出来，看到没有？现在正好是早上。它这个房子的坐向啊，我感觉差不多是坐西北向东南的这么一个位置啊。然后它这个院坝下面呢，这里有几块土啊，看一看，这几块都是比较平的，有这几块土，这几块土清理出来呢，就可以种点菜啊什么的。还有它这边。我们这样看一下，大家可能比较更清楚一点。这样看过去啊，那么这个公路是上山去了，往这边走呢是到芝麻镇，往那边呢还有一个小组的哈，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公路边上，这个公路边上这一片地呢，也是这个主人家的哈，你可以种好多的东西。这一片地呢，它已经全部是清理出来了，而且做了这个坡改梯，大家看看，是吧？还做了这个坡改梯。这里这几块地呢都非常好，你可以拿来种菜呀、种花花草草啊，种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水果呀等等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它这个房子呢就在这个位置啊，整个位置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位置啊，不管是采光也好，视野也好，各方面我认为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木房子丢在这里不住呢，确实蛮可惜的哈。如果是有喜欢这种山区的这种清静，喜欢居住这样木房子的呢，大家不妨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我们村里面的一座高山上，这座山呢有1300米的海拔。然后我们村集体和村里面的一个人呢，他们合作，在这个地方种了300亩的宁夏天麻。去年的时候带大家来看过哈，去年的产量呢，只能说一般不太好。然后今年呢，我又到这里来了，现在整个山上非常的冷哈，1300的海拔，然后呢又在呼呼的刮着风，挺冷的。然后他们呢现在正在这个山上挖天麻，我上去看一下。那么像种植天麻呢，就是需要有这种青冈树林啊，因为它要用木材嘛，要用这个青冈树的这个木材。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要到其他地方去买这种青冈树的木材，所以就比较麻烦，而且呢成本也相对比较大一点。所以有青冈林的话是最好的地方啊。在哪儿嘛？哎呀，今年好不嘛？还是可以噻。这个250可以。他们心脏也好不？我听吹烟它好得很嘞。心脏的啊？啊？你跳远光比那好得很喽。啊，我跳弹的我没去啊。我吹牛哦。吹牛。我他们高头的。还可以的噻。今年没得去年花。没得。好小个料哈。也没钱哈。大个的都可以。大个的那可以。小个的一只来只麻种啊。啊。你们几个人挖哦4个。这些菜还可以用吗呢？不求好的啊，这个菜。明天子要重新干菜了。不想种了，没得意思的。我种这个。不想种了。产量不均匀还是技术有问题吗？还是哪个原因呢？气候还有它的土质。气候土质。你刨弄几根菜都没看到。但是这个东西是乱的，10年好一点。我今年4年了的，我们自己做种子来搞的。2年往上我搞的，今年搞的。你自己用种子来搞的？我自己生产种子。好不？也没像我好。在哪趟哇？好的。我现在就朗别环境文化就我自己在自己。那些小事你都会干的。技术学到了就是好事，总是要找几年的时间来研究。花的好多了，你们现在？应该200斤嘛。200斤了，在那边的哈，我看噻。这个就是他们挖的天麻，现在种的可能有200斤左右，但是整体不是特别好啊。这种是比较小的，看一看。
2倍篓大个的，2倍篓小的。哦，这里还有一个口袋，像这种还是不错的，像这样的还是挺大的啊。我这个手可以作为对比。其实像这样的也不错了，但是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产量呢得不到保证，有时候有的呢就一窝呢就可以挖10几斤，有时候一窝呢就只能挖1、2斤。它因为种在这个林子里面的嘛，也不用肥料是吧？基本上是保持那种野生的状态啊，差不多就是野生天麻嘛。它种在这个林地里面，大家看这个泥土啊，都是那些落叶，黑黑的，然后跟泥土混到一起，它有很多的这种很好的一些元素吧。那么所以它整个天麻就是完全是野生自然生长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它的整个的产量呢，其实是得不到保证的。阴山和阳山呢，它的产量都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个宁夏天麻种植呢，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行业啊。底下的好不好玩？底下也跑了很多。啊，底下都差不多啊。你承包那么多，是要找好多人工啊？从你种下去，然后到收的时候，那个收的几百个，要干几百个人工，几百个人工钱好钱了，几万。我一个人搞的开垦那天你开到30个，还咋干得点力气？哎呦，这气不要种了。这个你讲单了。应该嘛，有2、3百斤还是差不多。哎。然后这就捐人的可能干规划，说不清楚这个东西挣钱啊，一会儿又动，一会儿又动的。我这省不苦，省不苦是，不好耍的。说白了就是不好耍。就不好耍。你通信啊，交通都不方便。不方便。这个是事实。拿那个去这就不方便。吃那个吃菜吃饭这些不愁。因为你主要是路不通。路不通就有点恼火。通自己家让他那什么的，通他们这个干高速路是。通到刚才话的弯过去还要上来买100元一路啊！1元一，直接路还要找几千块钱。我安逸些不帮我这我上来要多少钱？毛几来万块钱，我那挣不钱。你毛录音有了的啊？毛录站的。没站了嘛？你10元花好就行了咯。你有图的站了没得呢？我的是站的。都站的有哈。站的有10几亩啊？那不少喂。几十万嘛，就站的。我们这个一个队都基本上都有，是顶顶上一家没得，就是原来他们家没得，就他那家没得。原有。其家家。你们应该是站的3年和土地站的。我们站了3年，土地站了3，都站了3年。我高铁都做这个位置还要大。那肯定嘛。妈的这个就不要让他有位置了。但是我的认为，我的猜想啊，高铁要走这个位置。他起码都是挨到高铁不远的，不远。那你这个赔占10几亩啊，好好的叫我都整上去了，把路整上来，在这修他一栋房子，就是一点不好啊，漂亮得很，就一点点我不影响，就是干修了远了，房子还要买个房子，哇，你他这个今年。我就估计搞成养这样，你也在这自己出去，给他们要打回去，我就一个人要么都不考虑，如果他1毛不可能我通过这么的，所以1年100多块钱嘛，回去父母那又打了3年，打2回，他付他8、6块钱费，
给这个尺子操作嘛看海吧，给这个通不太好做。那个东不到那几千万块钱，我是不了。你接拢这个股，我要出来给啊，就是混那个推嘛。那我二三去混那个推嘛。面车一方面，这个地方有，他们来回住这方面的嘛，不是这样的。然后搬那天把这个地方全部消失，甩到那海边。我要看这个，他这个地方有开发，包括你老个进来干嘛去，这地方也开发了，这地方也可以亏死。你来看看哈，有的对完这个。人家那个有这个手机来干啊，你讲我来干，我但是很就小，你这帮不了，就是自己在干掉这一个东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我们接着上一期视频呢，继续探懂。很多朋友看了上一期视频之后啊，都问我这个溶洞在哪里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在遵义市绥阳县温泉镇的双河洞景区。双河洞呢，由上中下4层8条主洞、200多条支洞、5条地下河、34个洞口组成，可谓洞挨洞、洞连洞、洞上有洞、洞下有洞、洞中套洞，被誉为喀斯的天然洞穴博物馆。我们呢是从支洞进入的，当然这也需要有当地人带领才能进入。整个双河溶洞区域遍布200多个岔洞，最新探测距离呢已经有300多公里的长度，现已知的洞穴探测总长度居亚洲第1，世界第5长洞，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也是世界最长的白云岩洞穴和最大的天青石洞穴。双河洞主要形成于白云岩及白云质灰岩地层中，在遥远的地质年代，地层被撕裂，随着流水的溶解侵蚀，形成了第1层溶洞。以后地质多次抬升，流水不断下渗，再溶解侵蚀，就形成了迷宫一般的4层洞穴系统，塑造了洁白如玉、精致如雕的地下世界，非常的震撼。大家看到眼前这一幕，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神奇？是不是觉得这个上边这个石头是人工放上去的？完全不是啊。那么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对接的这个痕迹，实际上整个下边水晶石的这一个部分呢，就是以前海水平面以下的部分。也就是说，海床呢在这个水位呢，其实应该是持续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可以明显的区分到这个痕迹啊。说实话，刚进洞来看到这一幕呢，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大家看这一个周圈，以前是一个小峡谷，那么海水呢是进入到这个小峡谷，后来呢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还有第2层的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罕见的一种地质奇观哈。这次来这边探这个洞呢，确实长知识了哈。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地质奇观，尤其这里面的这种水晶石啊，看起来真的太漂亮了。这个我们真实看到的这种感受呢，会比视频中呈现的效果要好得多，好得多。那么整个现在的双河溶洞景区呢，其实是在开发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开发的这个溶洞长度是很有限的，可能能开发到甚至说1%都已经不得了了。如果说对地质勘探这一块非常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啊。那个我们上一个视频也讲了，就是当地的一个兄弟呢，他国庆节的时候呢，带着一些地质考察的人呢，在这个洞穴里面长达1个多月的探测。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只是冰山一角，里面漂亮的东西太多太多。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过来这边呢考察一下啊。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遵义汇川区沙湾镇的建设村，这里这个木房子非常漂亮，但是没有人居住。
我带你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进房的这个入口都是用这个竹竿给拦起来的，是没有人居住的。这里的环境位置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院坝，都是长满了一些草啊，这边撒了一些菜啊，不知道哪里的人来撒的。然后前面这个房子呢，是一个以前的老学校，也是破旧不堪了。这边呢是公路，看一下这里的山形哈，非常非常漂亮。这个边上呢有一条小河沟，啊，这个房子呢比较陈旧了哈，但是看去还是很干净整洁的。这边这个呢是厢房，然后它这个房子呢是下面是7柱的房子，那么它整个进深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宽大的。我们再往这边走，这里环境非常漂亮啊，然后这里有写有字，对吧？另有安全住房，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它在外面的话是有住房的，就会写上这几个字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窗花，没有窗花哈，就是这种格子窗。门是紧锁的。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牌号：沙湾镇建设村三岔河组44号啊。那么这个房子的正前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房子都是空的，没有人住的。像那些房子啊，包括这个学校呢，都是不能住人了。但是这里交通还是可以的，因为公路就到这个位置嘛。然后这个房子是正3间7柱的一个房子，还是比较大。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下，这边呢是猪圈，看看啊，这个是牛圈，这里面还有牛粪。这外面这个2个小间呢是牛圈，然后这里面是猪圈啊，以前喂猪的。它这个猪圈呢也是有好几间猪圈。这个呢就是房子的后方，还堆有一些柴，这个是小的这个石磨。上面那个房子呢也是废弃的。这里撒一些菜呢，有可能是周边的人在这里撒的，或者说主人家他可能会回来撒一下吧。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的石磨，像这个磨呢就是以前农村用来磨粗粮的啊，也就是把那个玉米碾碎啊，那种哈，把粗粮把它碾碎。然后那边那个小磨呢，它就是细磨，也就是我们要做豆腐啊，或者说磨一些浆啊之类的，那就用那个哈。这2个都是猪圈，哇，这个边上还有一座古墓，看到没有？这边就是猪圈，然后这个边上呢有一座古墓。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古墓上呢又长了一根木材出来，这木材不知道多少年前就干掉了是吧？从古墓里面长出来的。你们看这个木材，我估计猜测这个古墓应该最少是几百年了。看一下这些石头的一个工艺，这个什么年代的墓呢？看得到字吗？永作嘉诚，几个字是永作嘉诚，然后凤舞什么？龙飞凤舞吗？上面的字都看得不太清楚了。
这个墓应该是最少有个几百年吧。这个边上呢就是古墓，然后这边呢就是猪圈，这边呢就是房子啊。这房子确实是非常的漂亮，阳光。这样的房子你们喜不喜欢呢？这一栋房子呢，它整个坐向呢也非常的阳光，整个山形也特别的漂亮。这里呢有山有水，公路呢也是走到这个房子门口，边上呢还有一条水沟。但是就是这个房子的边上呢有一座几百年前的古墓，边上也还有一个墓葬。像这样的地方，你们敢不敢来住呢？如果说免费的话，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啊。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呀，我钻在这个大山里面来了。我不知道前面这一条路能不能开得出去，我已经钻了很久。然后这下面呢，有好几户的这个木房子啊。我们下去问一下，主要是问一下这条路能不能通往遵义啊？看看吧，这个路往前面越走越窄。我从这边开着过来，然后那边的路都很悬，看一下从那个山那里开过来的。我就担心这里越往里面开越开不出去，等一下，所以到这个村庄问一问啊。大家可以看看这里全是这个木房子，就住在这个山里面，是不是空气非常好？这个上面这一户的房子已经烂得不成样了啊，可能是早就已经搬迁出去了。大家可以看这个位置风景非常不错啊。对面有一个悬崖，然后那边也住有2户人，那地方不知道有没有通路，好像是通的啊，栏杆都看到了。我们下来看一看有没有人。刚才我们从那边山过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山脚下的很多土地都是耕种的，都是在种的啊，所以到这儿也可以了解一下。这现在大中午的不可能没人啊，怎么没有听到有人的动静呢？这狗这么咬都没有人出来呢，可能家里没人了，是不是在山上干活去了？到下面这一户看看。你看那里，那这里一栋，这下面有一栋是吧？这里都是有房子的。到这一家看看吧，有人在没有？这里还可以的，这个串户路都有，它这个每一户与每一户之间都有这个打水泥啊。哦，这一户没有人住的，大家看看。这一户好像也是没人住的呀。再往下面去看看啊。这个小道。哎呦，好滑呀！大家看一看，这里本来是有一栋房子的，应该是搬迁了，或者倒塌了，看到吧？看到这个牛圈里面也都没动静了，难道这一户也没有人了吗？没有人居住吗？啊，这一户也没有人居住。这个我一走到这个门口我就知道了，看看。啊，这一户有人居住，这里堆了这么多柴。
这一户呢，好像也是没人的。这个房子就直接破的不行了啊！然后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下，这下面这一户，这一户呢也没人住啊，朋友们，这一户也没人住。为什么我说这一户没人住呢？你们自己看一下这个地，是不是没有人走过的这种痕迹？这一户也没有人住，看到吧？这个门口全部堆的是柴，这个应该是另外一家人把这个柴砍到这里的，或者说他们自己来把这个周围的这些竹子啊什么砍过，今年来砍过啊，把这个竹子砍过，砍来之后呢，然后堆在这个屋里面的，看到吧？但是目前他是没有住人，是不是准备回来呢？这个就讲不清楚了啊。我说找个人问路，人也没看到。但是走下来之后，发现这里好多户的这个木房子都是没有人住的，而且都是非常漂亮的，保存的非常完好。那么，像这一家呢，是已经把这个房子周围砍过了，也不清楚他是要回来呢，还是说回来整理一下哈，这个不太清楚啊。像这种村庄，朋友们有没有喜欢的呢？它这个户与户之间的串户路呢，也是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居住的话还非常好。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人，找到人的话就问一下的话，这个消息就更确切。这好几户都是没有人的，这个是我可以肯定的。我看这个房屋外面我就知道了，因为我自己就在农村的，是吧？随便一看就知道有没有人住啊。后来我车从这里开上去之后呢，到另外一个地方问了一下哈，这个小村庄呢基本上已经搬走了，只有2、3户人呢住在这里。他们的这些土地呢，也都是大部分是自己再回来种，因为搬迁的地方呢离这个地方不算远啊，可能就是2、3公里吧。控制的木房子呢有6、7栋啊，地址在汇川区芝麻镇高原村的草木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方县禹冲乡的游沙河，看一下我身后这里几百米深的大峡谷，有点像那种侏罗纪公园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的壮观。然后我的正前方呢有一座刀锋的崖壁，上面呢在几百年前就建了一栋寺庙哈，我们上去看一下，非常的险峻。从这个路爬上来，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峰顶。看一下，在这里是不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非常漂亮。那个地方还有人练功，在那儿弄了一把宝剑，石宝剑。整个周围就是这样的。今天这个雾比较大，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上面就是峰顶了。从景区入口走到这里大概是半个小时，不用太长时间。主要呢就是笔直走爬坡，比较累一点啊。这个就是峰顶的观音寺庙，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峰顶。这门好像是关起来的，在这里守庙的这个阿姨今天没有来啊。大家看一下，现在我就在峰顶寺庙的位置，这个位置的环境真的是超级漂亮，有那种侏罗纪公园的感觉。整个中间呢耸立出来一座悬崖孤峰，就像刀片一样的，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么这座孤峰的整个周围呢都是几百米深的大峡谷，然后周边全是那种悬崖峭壁。本来今天来呢是想采访一下这里看观音庙的阿姨，但是遗憾的是今天她不在啊。今天的整个上面呢是云雾缭绕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从航拍镜头上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如果说从这里垂直走下河谷的话，应该有大概是300米的一个高差。哇，你看我们从空中看，一座孤峰耸立在这里，特别特别的壮观和震撼。
那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一个智慧啊，在几百年前呢，这里就已经修建了这座观音庙。如果说你们到这里来玩呢，我是建议大家到这里来看一下之后呢，还要到这个河谷底下去看一下，因为真的是特别原生态的一片地方啊，就是我说的有那种侏罗纪公园遗失世界的那种感觉。对面的崖壁那里呢，还有那个玻璃栈道，包括它这里有索道，你可以坐到这个峡谷底。你要走路呢，可能大概是1个多小时。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值得一来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阿泰。大家看一看对面那个垭口上那个位置，我看这里看到有几栋比较破的一个木房子，然后呢，公路也通不上去，从这边呢，有这个小路走上去啊，我准备过去看一下。现在我这个脚下呢是公路哈，从这边走过去，我估计走10来分钟吧，走过去看一看那里有没有人住啊。刚刚我从这里走过来的。然后这里发现这一栋房子没人住啊，这一栋木房子长5间的木房子没有人住，刚才往那里过了。然后这里过来呢，它是这个硬化的这个进户路，就是入户路吧。看这个模样好像没什么人走啊，过去看一看有没有人。这已经停好了哈，这个入户路，骑摩托车完全没有问题，只是小车开不过来吧。到这边了哈，朋友们。这看这个坝子什么的，又不像有在住人啊。是吧？看这个坝子又不太像住有人。走下面去看一看啊，这下没看到人。这个就是吊脚楼吧？上面就是猪圈。看看这个下面就是猪圈。上面就是住人的，吊脚楼就是这个模样的。这下面这个房子也是破的。这上面这个房子没人住了，已经全部破了，看到没有？只有这个我边上这一栋是特别好的这个房子，这个也是没人住了的，一看就看出来了。但是这个路上这些草是谁砍的呀？下去看看吧。曾经也是非常热闹的这种村庄，现在搞的是一片荒凉。是吧？这些房子边上长的全是这些杂草。看看就这个样子的。这个是这2天刚砍的呀，这些草是。早没人住了啊，这个房子最起码7、8年没人住了。下面听到人的声音了，下去了解一下啊。我的天哪，这里这个杜仲才好啊，朋友们，看一看这个杜仲。搁以前的话，这个杜仲可以就这一颗杜仲皮就可以卖好几百块。你们那看起路子哪里啊？要准备找别个住土啊？你在那自己要买人在了噻？你们那走哪边走哦？你们在哪边买的哦？那哪个会在这来住土啊？哦，稀土的干高粱哦。这个一整个小组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砍路的那条路砍过去呢，是另外一个村主的2个人，他们砍到那边去，那边有很多的土哈，他们说想种高粱啊。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整个小组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6、7栋的这个木房子，当然其他的房子全部都毁坏了，全部都烂掉了，只有我身后这一栋是非常完好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居住的。大家可以看看，还很新，应该是主人家有保护啊，看上面的瓦也都是这个改过的。那么主人家应该是他对这个房子有保护的。然后这边它厕所全部都有的，整个房子呢又有厢房，对吧？3间正房子之外呢，外面还有一个厢房，还有2间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吊脚楼。它这个房子呢也非常大，有正3间，再加上那边有2间，那么其中1间是吊脚楼，然后这一间呢是做的这种凸出来的这种叫做厢房，是吧？整个房间我们看从外面看去呢，是有1、2、3、4、5、6大间，那里面的小间就更多了，所以总的这个房间数应该有10多间。这个房子非常大气，没有人住哈，没有人居住哈，蛮可惜的。整个村组，整个这个小组呢，只有这一栋房子是完好的，其他全部破烂了，不能住人了。但是这一栋却非常漂亮，我给你们看一下正面啊。大家看一看它这个房子的一个正面，看去还非常的新，整个房子非常好。然后这个院坝也是这个样子，是吧？可以看得出来没有人住了。整个它这个院坝还非常大门前呢有一片这个竹林，如果说把这个竹林砍掉的话，视野非常的开阔。它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看到上面一些土呢有在耕种那也都是这边这个村子的从山顶上过来进行耕种的。那么这个位置的这几户人家呢全部没有人了，没有人居住了。我看的房子大概6、7栋，应该是有10多户的样子刚才过去那两个老乡呢，他们是砍路过去到山那边去种地山那边去种地，他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土地。相当于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无人村主这个房子大家喜欢吗？喜欢的可以来住，是吧？跟主人家联系一下。然后从这个位置走路到下面的公路呢，大概要走8分钟左右，8分钟左右整个是平的。刚才大家也看到我走过来了大概走7、8分钟。像这么好的这个房子呢，放在这里确实可惜，它这个位置也非常好。然后摩托车可以骑过来小车是开不过来整个就是这个状况。其他的房子全部没有人居住。你要种土地吗？多的不是，是不是多的不得了。跟大家说一下地址这里是汇川区芝麻镇高原村的10对窝组大家跟着这个地址来找就可以最好是到村里面问一问才能知道这个主人家的联系方式朋友们，春暖花开了正是春耕春种的农忙时。今天呢，我要去山上耕地了。我们有好几亩地要用旋耕机耕。走，我们现在把旋耕机抬到山上去。这么重！看我们这里的土地都是坡，要把旋耕机都要抬到这个土里面去才可以耕的。看一下我们这块土的这个土坎，全部是被野猪搞成这样子的，野猪非常多我们这里。丁2块不打噻，丁2块。加油，现在裤子上了像。裤子上又转过去了。起来又转去了小胖子。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早餐，吃一点去干活耕地去了。这个是菜苔、腊肉、盐菜、折耳根、土鸡蛋，可以哦。那些吃了饭干活了喽。
中午了，朋友们，看一下我的铁牛厉害吧！现在差不多耕了2亩地了，回去吃了中午饭，然后继续啊，今天估计要干一整天。中午随便应付一下哈，吃煎饺了，这是煎饺哦，鸡蛋煎饺。哎呀，可以可以。看看我。妈，你吃点呗。我都不饿，我就叫他们饭。切后面好了。很着急了啊，因为你本来。那个嘛就不来了，有事情嘛就不来了，我几个舌头，几个舌头啊就要变一下嘛，喊你，平常我他来嘛就要喊陈平了，他找到路边拿起陈平来就是，扯啊，看开点吧，别买些。看的啊，俺买他们。好，接下来工价还有工价。哎，小胖，别来人少，过来。别的人要烧了，碗里面来了。兄弟们，太累了，我靠！划了这么一大弯了，看一下，现在应该3亩多地了，还有1亩多地要打。这些都已经打完了，这块也打完了，还有顶上那一块。不是我跟你们吹牛，这活一般人真干不了。哎呦，太累了。关键是咱们这个土是不平的，它是坡地。我靠，你这个200斤的机器的话，你在这个坡地的时候很难稳啊！我这个整个手现在都是发抖的。平地的话，旋耕机好用，这种坡地就不好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土里面有很多的石头。如果说你这个旋耕机的刀片打到这个土里面的石头的话，就要求你的臂力比较大哈。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很可能一下把你震开，机器也有可能翻掉。所以说用旋耕机耕地的话，又要你有体力，还要你有技术啊。朋友们，这2天山上如果大家碰到这种野菜哈，可以采回家吃的。这个采回家用这个开水给它泡一下，用凉水透一下就可以吃，这个叫柴胡啊。然后搞点胡辣椒来蘸着吃，非常香的。看一下，这上边是一大块，这个湾里面很多小块，然后那里那一块大田就有1亩地，就这么多。今天干的活也干完了，朋友们，准备回家搞点饭吃，肚子有点饿。现在我全身都是发抖的，这个手都是红的，这些肯定要起水泡，因为我也不经常干活，但是干这样的活，即使我不经常干，一般的人也干不过我，不是我吹牛。然后我跟大家讲，真正干活的时候真的没时间拍视频啊。你们看到的视频拍得非常漂亮，那一定不是纯干活的，那是有人在拍摄的。你像我们这样真正在干活的，哪里有时间拍视频？比如说我们这种农村的视频要拍得好看，对吧？那你到中午下午吃饭的时候，下边有人在喊你，是不是要拍到？你这里答应，是不是要拍到？那最少就要2个到3个机位，你才能够把这种乡村的视频呢拍得唯美，拍得好看。一个人怎么能完成呢？没有办法。所以呀，朋友们，真正的记录生活其实就是平淡的，没有那么多好看的镜头，也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呀，是不是？记录生活哪有那么多美好？就是这样干活累得要死。你先站起来吗？你先站起来。你先站起来，我再站。200斤这个有差不多。
哎呦，真的差不多200斤。你看到钓不？你看我们这里做点土地多难，抬上来把这个地更完还要抬回去。快弄！吃饭了，吃饭了，朋友们，这就是晚上的伙食。腊肉，那个是红薯条儿，小南瓜，胡豆儿，还有这个啥天麻炖猪排骨，腊排骨。这个是我弄的那个柴胡，柴胡拿来蘸胡辣椒啊，可以。大家好，我是阿泰。贵州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啊，天气都非常不错，准备出去环游2天回来哈。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就是2个月前吧，不是我说了这个梅潭10年镇那边有2000多亩的这个茶叶是没有加工厂的，对吧？跟大家说过一个湖北的老板黄哥，那么他来这边投资建茶厂。和这个当地的茶叶种子户郎哥他们2个合作啊，建一个茶厂来呢，就是加工当地的茶叶，因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茶叶、茶青什么的都卖不出去嘛，所以我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个湖北的黄哥呢就过来考察了一下，那么跟这个当地的种子户郎哥他们2个人呢就合作，准备建茶厂。已经是2个月过去了哈，正好我准备出去环游2天呢，我第一呢，就先去他们那里看一下他们这个建厂的进度，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啊？现在呢，我已经在路上了哈，已经从遵义开出来60多公里了。那对面那个雾蒙蒙的桥呢，就是湘江大桥。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这个。现在我已经到这里了哈，开了100多公里才到这个地方。看看他们这里的环境，特别好，交通也非常方便。然后这个公路呢，好像是8米宽的吧，挺宽的啊。这个呢就是场地啊，场地差不多都已经搞好了吧，垫了这么多的石头。之前这里没有弄的时候，看着还挺窄的。但这个场地一平出来的时候确实挺大的，耶！它这个地方这个房子都拆掉了，之前这个竖着有一个房子的啊，现在都拆掉了，只剩下那个正房子，可能是为了把这边面积弄得更宽一点吧。确实挺宽的哈，朋友们。当时看的时候挺小，但是现在这个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挺宽的。有人在吗？不要搞！你怎么的了？朋友们，现在我在狼哥这里了，刚刚已经吃了饭了，然后让他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厂房的一个进展哈，这里搞得挺大的。这边这个都在拆了的哈，现在这边啷个整呢？啷个？厂房面积嘛，大概就是从那里一个庄哦，庄前面的。在那个位置，大概就是有400个平方嘛。厂房是400个平方哈。厂房。厂房车间就有400个平方。那么那个位置呢，就整个展览室，就是办公室的，就是一个样品间了嘛，包装样品啦，各方面的。后面这一排它还有个空地了。就比如说像这个包装车间啦，化验间啦。更衣间啦，厨房啊，就在这个边上。
这边嘛就简单的就搭个棚子嘛，做个收青室，收青的。这边这个位置哈。这收青了。哎，公路走哪上来？就这上来哈。公路就在这个上面。哦。公路就在这里。他们就要给你打公路呗？公路应该是政府他是要打的，因为之前他们都政府这边已经来测量过了。哦，测量过了哈。包括对后面这条路都已经测量。哦，公路打起就安逸了。就是看哪个时候动工的问题啊，因为政府的那个他们来安排。那你这个厂房现在哪个时候开始搞啊？这两天天气好啊？就一个星期二。哪种子材料啊？噻？还是钢架结构。钢架结构啊？钢架结构。啊，干得快哟，可能一个月之后厂房就出来了。应该一个月应该就是全盘应该干完了。都应该可以干完哈。应该也可以干完。电4年都已经拉到这屋这了嘛。哦，那个动力电吗？哎，动力。就已经前两天给你拉好了是吧？早拉好了，应该用2个月。看来这个政府还是很支持的。政府是很给力的，算是的。政府还是很给力的。这个就好整啊。不管是政府和相关单位，他们都是比较支持。对。看你的配合。对。毕竟说实话，那么几千亩的茶，没这个加工的地方也恼火。老百姓茶叶真的恼火。作为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感受过出去卖茶青的这种困难。但是作为我们哈，我干得多，而且我们茶都是自己拉出去，都是我拉出去多。我们都深入体会个茶拉起出去那种困难了，晓得不？很困难，有时候甚至茶青拉出去半夜没卖掉，那个很着急的。所以我的做点想法，自己干个加工厂。未来就是卖茶青解决卖茶青困难的问题。对。因为确实当地老百姓有时候他们这个10亩几亩地，他们这点茶不可能拿来煤炭去卖。有些就是今天看这一节，到底有人来收无人来收都是个未知数，所以很困难。所以一直以来干这个茶的主要目的还是方便老百姓。方便老百姓，一是方便自己，也方便老百姓。我们现在到这个山上去看一下那个茶叶，这里的茶叶应该是整个煤炭最早出来的啊。可能明年的这个高端茶的话，就最开始的茶叶的话，这里是最早，应该要比煤炭早个10天左右，差不多吧？半个月嘛。半个月，就是过了年之后最好喝的茶是要比煤炭现在要提前半个月的。咱们这个茶厂建出来应该是能赶上的啊。把春茶折过了才休。就现在已经不管它了。现在不管它。等到明年摘春茶，摘第一批春茶摘完之后才休。对。哦，你这点这几座山连起，应该可能有好几百亩哈。保守估计大概是700多亩。就在这挨到这一片哈，就在你的厂房边边，还方便。保守估计都是700。你们这就是这一圈了，看起更矮，正好把这些包在中间的。他们这边这个2000多亩茶呢，品质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的海拔呢是大概是600多米。那么实际上它的整个茶叶的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采摘期呢要比整个煤炭包括凤冈呢要提前半个月左右。所以在这个高端茶的市场里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先机的，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制作的红茶呢要比其他茶叶的品种要好，所以它的优势在于制作红茶这一块啊。哪怕是做绿茶呢，它可能在这个口粮茶上面也会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金观音它本身的这个苦涩味要比别的茶叶要稍微重一点，它的茶叶本身的茶汤呢比这种其他的茶叶呢要浓郁一点啊，喝的时候这个感觉，所以在这种口粮茶上它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品尝到金观音做的红茶了。如果说你也比较喜欢喝红茶呢，就点关注啊。到明年的时候呢，可以弄一点品尝品尝哈。好了，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啊，感谢朋友们观看，下期再见，拜拜。这个大山里面有2户人家，咱们下去看一看，还养了很多鸡啊。还有一只大鹅。咕。
耶，这个鹅好凶哦！我怕你好不好？耶，怎么了？你是我还有点凶哎！走往那边哦。我这赶紧下来。我看我。啊？咋今天交了？今天干了？我都做了。走。我们明天做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周边都没有人，没人住了，就这里一个老人家住在这里。我摄下像，摄下像啊！你就你玩哪先？我是一个人。你一个人呢？哦，等于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哦。我不喝，谢，不喝。你没结婚啦？等于噻？你好大年纪了？60多了可能。62了。62了。人家几弟兄啊？4弟兄6姊妹，2个妹友。4弟兄6姊妹，按道理条件比较好噻，为了啥子没结婚呢？也嫌不重要了嘛，人口又多了嘛。那你们几弟兄你占老几啊？我就占长那个。那些结婚没按道理从长那个开始噻。你站长其实那些，我记得那些他们年纪大点的那些，他们应该是，比如说家几弟兄应该是大那个先结婚噻。还是而且还是家庭条件的问题吗？还是？原来那个条件。得也谈过的。我这是不可能谈都没谈过噻。谈过了没有而已。没谈拢哈。我们都跟你一路去看哈龙。你想搞嘛？要我来喊你嘛？那叔叔他们在忙农活啊，让他开一趟船不容易。这阿姨今天已经走了5、6个小时了，我感觉她已经快走不动了，还要走3个小时才能走到家哈。啊，你们的森林面积也比较大哟。啊，森林少，也比较一点。你家有好多亩啊？有好多亩林地啊？我们弄过2个人家。啊。田土才30亩。田土30亩。林呢？我林可1号。1号30亩。哦。啊，你家来要砍柴烧的话，是不是很远呢？啊，砍柴你说我就在砍，关林头砍。天哦，那砍柴。人家自己不得砍，哦。国家砍国家了嘛？啊，你家的菜砍了之后，是不是要背个把小时都背得到家哟？啊，是嘛。也烧个柴都不容易。砍了就晒照片给我包不好，给我包过好，上次包过。晒点等它干了才得背。哦。砍点干了才背。哦。你看身家活重，了不起。累都累死了。哦，就是。不容易啊，在山里面住起哈。你要赶个场的话，都是一天到晚，还早上6点钟就起来了哈。哎，是啊。走到家时，还在街上的话都没有耽过哈。没耽过啊。就是那个，也是这样。我们这有还得喜欢噻，可是才60几啊。你面积也不大，60多哈。啊，不好。就是在开玩通走嘛的。哎呦。他走路走得太多嘞。啊。你好久赶一次场啊？我是虚龄，女婿。哦。那现今的我说那个讲
请来看都係有落嚟仔咯。哦。個遠路，哦。看都係有事。我就請來仔那種。哦。那個我說這個，我們拖就近了，到老近了，真不得，都不得。都不得。他要的钱是谁？钱是谁了哦？小孩子些呢？小孩子呀，儿子小辈儿上工作打工。工作去打工了？孙子是个高一啊，他大那个姑娘是好像小那个儿子儿子做事了。到西南。在西南哈。到西南。好回去。那孙姑娘都读高中嘞？读高一。困难，不是说要经济困难，这个是。我这不错，那是啊，生活很高。生活费高哈，在西南。生活高个。好吧，一个月都要好几百块钱哦，1000把块钱哦，可能要。但是还要没负责。我们负责，我们还没负责。要写到市上去了，我们还没负责，但不能是公负责。儿子不肯承，这不肯承，哪心慌了？哪心慌了？他不是啊，把抓钱分钱都不拿，都没有去做交人，他饭1分钱都没拿。儿媳妇还好哈。就是媳妇儿最走勤的，走不在那个走的，到时候我们，人家还儿媳妇还好是好个儿媳妇。好些。我呀，俺借了7万块钱贷款，还不还，利息都不能有。那日子借7万块钱贷款。现在都没还。不管他。那你儿媳妇呢？儿媳妇她就不管了。他管他自己。他管2个，8是过是过，拿开了江门了，那是。没有离婚噻。没离婚。反正有点各管各。媳妇儿该就管他娃儿了，他就管他自己不管。你还好，你娶个好儿媳妇。我这还好，我走这样的路习惯了。你习惯了。所以现在哈，还是要开通乡村公交，每一个村每一个组。我们就走到这里了。走到这里了。那你看，那我就直奔你北一站的。要你了，谢谢了。哎呀，那你慢慢的去了哦。我们就走一站了。那个就很近很近。有时间找你们在那儿耍。那你就慢慢去哈，我就不陪你了。要得，谢谢。